好，好久不见啦！我们已经好久没拍影片了，对不对？因为这阵子真的是有点忙碌啦。好，那我们现在来做要来做的是一个袋子。太久没讲话，有点没认凳，有没有？好，我们来做一个袋子咯。可是呢，其实这个袋子我已经有做过，然后呢，我都把它带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现在我没有样本给你们看，那就靠想象一下好了。反正它蛮简单的。好，我们首先呢要准备一个表布，一个里布，然后呢要一大堆这种长条形的东西哈，长度不同的长条形各有作用。因为我做的这个是一个可以手提又可以肩背的一个简单的袋子，这样是真的超简单的，所以应该可以很快就车完。好，那我们外面有一个那个外袋，然后还有一个内袋，内袋我已经车好了。然后呢，还有这个是提袋的部分，那提袋我也先车了一条。还有呢，就是一长一短的这种细细的袋子。那这细细的袋子，我们最后会把它结合成这样子，好，让它可以变成那个活动的挂钩。还有这个是袋盖的部分，好，小袋盖的部分。好，那我们要从什么先车嘞？我想一下嘞。好，我们就从这个细细长长的东西，这些无为不为先车。我们一向都是这样，从这些杂七杂八的配件先车呢。等一下你要组装起来的时候就比较爽快。好，那像这种细细长长的这种袋子呢，基本上像这块布它是防泼水的哈。那防泼水的布料就是说它水不会轻易的那个渗进去，那就比较耐脏。那它本身是9袋布，有一点厚度，所以这个地方呢我就没有贴衬。那如果你是比较薄一点的布料呢，你这个地方还是要贴衬一下，比较挺。好，那衬就是这个，有人问衬是这个白白的是什么东西？它就是布衬哦，增加布料的硬挺度用的。好，那我们就先这个要怎么车呢？就是把它先折好，有没有？折好你一定的宽度，你可以先稍微烫一下，然后就对折把它压过去就好咯。好，哇，开机了，好久没有听到缝纫机的声音，对吧？来，我们直接把它折一折，然后四周把它车起来就好了。所以我其他的像这种袋子我都是这样车的。把四周车一车。这阵子哈，应该是说前一阵子从2月车口罩车到这阵子终于才停下来哈，因为我们台湾防疫做得很好，然后口罩的产量也足够哈，所以就现在口罩就比较少做了。我们终于有时间可以来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好，那这是提袋的部分。那提袋的地方为什么我贴衬呢？因为提袋我还是觉得挺一点会更好看哦，所以我还是有贴衬。那如果你觉得太厚的话呢，你不一定要两边都贴，你就是只要贴这一面就好了，大概2.5公分，你只要贴一面就好，不一定要两面都贴。那有些人就问说，9袋布我一般家用缝纫车能不能车过去？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跟你讲，我怎么知道你的缝纫车车得过去还是车不过去呢？因为桌上型的缝纫机呢有分很多种。我一边讲一边车哦，这个也是对折把它车起来。桌上型的缝纫机有分很多种，我不知道你买的是哪一种型号，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的车能不能车。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你可以换粗一点的针，把厚一点的布对折多层一点去车看，看你的车会不会卡住。还有就是说，你这个压脚的部分它能不能提高？因为当你厚的布料它比较厚的时候，你压脚一定要有一定的高度，它才能够把它放到中间去，让它车过去，这样懂吗？那有些人呢，他的压脚没有很高，可是它厚度感觉上似乎是可以穿刺过去，但是跑不太动。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就要帮他一下，就是说你帮他推，好像这样子帮他推一推，因为让它齿轮下面的那个齿轮比较好动，这样子。所以呢，如果你是初学者，你还没买真车的话，或是你的真车已经比如说你一开始刚学，然后你真车只是买很阳春的，你要再买新的真车，我还是会建议你说，你买真车呢，去问一下说能不能车厚布料，因为毕竟厚布料以后呢，不管是它厚不厚啊，你就是买起来你以后要车厚的你才能车，或者是说你布料多折几层你才车得动，不要说你最后就快掉假没掉吧，就想要车又不能车，就蛮讨厌的。所以呢，你问我能不能车，我同事呢，他们都是用桌上型的布料，桌上型的裁缝车，他们的都能车，可是他们也没有买很贵哦。
就一台也有几千块的而已，就是没有那种上万还是要多少钱，并没有。他们有些好像有，我也不知道他们确切买多少钱，可是因为我有看到他们做出成品来，表示他们在家还是能车的。好，那我们那我这个问题你们就是自己要回去试试看，或者是你去找你的那个使用说明书，它有没有告诉你说能不能车后布料？好，那我们把这个提袋车好了呢，我们就给它放一边，就给它放到一边去了。然后呢，我们先来组合这个一个比较窄一点，一个比较宽一点的这个。那宽一点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放低循环的东西。这个窄一点的呢，就是等一下我们要放在侧边的一个固定环。那我们就是先把它跟低循环组合在一起。好，那低循环呢，通常我们是这样车，对不对？可是这样子你就会看到边边啦，所以我们要这个对折到另外一边去把它车起来。好，那如果你觉得它很厚，不敢直接车下去的话，你可以用手去辅助你的那个转盘哈，让它感觉上是比较能够车过去的。用手稍微帮它一下哈，像这样子。那你也是尽量不要回针，就是用手转一转，这样就好了。那到比较薄一点的地方呢，我们再来回针就好。好，然后车完之后，我们就把它翻到正面去，也不用车布边了。那如果你是选薄一点的布呢，你可以把布衬贴到最边边来，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边边给粘住，它也比较不会虚边。安尼咁听。接下来呢，翻到正面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个边边丑丑的，我们把它穿进来这一块这个侧边的固定环。好，然后把这个边边这个丑丑的接的地方呢，放下面一点点，然后我们去车固定这个地方。好，它就会卡在中间了，下面就不太会虚边。好，那因为我们选的是9带布，或是像我用素面的，也是素面的9带布哈。那只是这一块是防泼水9带布，基本上都是有点帅气的那个布料啦，所以你其实一点点虚边也不用过于在意，好不好？不用过于在意，因为其实这个要虚边虚到它整个都坏掉，也要蛮久的时间，你已经可以换一个新包包了，好不好？对不对？啊，那如果你真的很介意的话，你再自己想办法把它缝一缝哈。就是可以把它这样卷边缝，把它缝一缝，这样也可以。好，那我们两个旁边的固定环我们就先做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做这个小带盖的部分。那小带盖的部分呢，我用的是插式磁扣哈。插式磁扣呢，我们就可以这样扁扁在里面，就因为因为插式磁扣不用缝，所以我就想用插式磁扣，然后就把插式磁扣这个后面的这个挡片呢，先中间好，我们先剪一个牙口好，在中间这里。看它中央线剪一个牙口，把它对过来这里之后，然后用铅笔或是用那个粉土笔，好，把这2个直直的画起来，好，像这样，把它画起来。中间这个洞是给你对正中央的哈，然后呢，剪一个小洞，嘿，你不要剪太大了，剪太大那个磁扣会飞出去哈。然后呢，我们从正面把插式磁扣钉进去。那为什么这个要贴布衬呢？贴布衬是说你在那个拉磁扣的时候，这样拉来拉去，布料比较不会破掉啊。所以建议啊，有一点，就算你是有点厚的布呢，也是把这一个部分的地方呢贴一下布衬。然后你把它插过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用手把它那个折进去。那如果你觉得哎呀外手的是又咪咪，我没有办法折，那你就靠着这个桌子把它压扁，有没有看到？压扁之后你又按不下去怎么办？拿出你的锥子的这个底，把它敲一敲，这样也可以哈。总而言之，你就想办法把它固定住就好了。然后呢，你就从正面好2个正面，2个正相对哈，我们就车一个这个半圆形，算半圆形吗？就反正就是安尼啦，给它掐起来，这难度不高了。那车弧度的地方，很多人就不太会车啊。说实在，有时候我也没有车得很漂亮啊，所以嘞，车不漂亮就车不漂亮啊。反正我们就是手做的东西啊，
你要车到那么完美的话，也是不是人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不漂亮，就是有不漂亮的这个的美。像很多人都喜欢说这是有温度的手作，其实有时候听了也是觉得很可爱啊。有温度的手作，相对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做得很完美，有没有？就像就是告诉你说，这个是人做的，温度不是机器做的啦，机器都无温度，机器的恒温，有没有恒温啊？反正就机器就机器嘛，对不对？好，我们把它翻到正面呢，布料有一点厚所以你记得要剪牙口，再给它翻到正面，然后呢，我们就给它压线压一压。那因为这个磁扣呢，它是这样子粘住，对不对？那这一面是上面的话，下面这一面我们就要从这个有磁扣这一面去压线，好，因为它就会往上，那就是尽量把它车漂亮一点。那我现在没有办法靠太近，是因为我怕镜头拍到我的头发紧掰。我前几支影片有那种拍到头发，我看了其实现在都还有点火大的，感觉很蠢。好，然后呢，连接嘎特顶面抽一个，然后呢，我们就把中央线呢再把它剪出来。好，等一下我们要对在那个袋子的上面，这个我们就可以备用了。嘿，然后放到旁边去纳凉，等等换你们。接下来呢，把这个东西呢，我们也是放到旁边去。好，一些那种我刚刚说的那些配件的部分呢，我们先把它拿到旁边去。接下来我们现在要车这个口袋，好，这个外带的部分。那外带的部分呢，就是表布跟里布各一片咯。好，那如果你2片都要表布也不是不行，只是什么呢？会比较厚一点。好，所以我还是把它车表布跟里布各一片。我车歪了呢，也没有自以为车歪，结果并没有，它其实还是有点歪啊，没差，我们继续车。反正其实我觉得我每次拍这个手作影片，我都告诉自己我教你们步骤，然后你们爱车的多工整呢，你们就自己慢慢车，对不对？你们就有时间慢慢车。如果为了车一条线这边并几包，你看的也累，我车的也累，对不对？何必呢？反正我们这个步骤学习这个怎么样把它组合起来的步骤，这样就 OK 了。好，我们把四周的这个多余的部分呢，把它剪掉让它翻到正面来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厚。然后就从缺口这里开始把它翻到正面。好，那我们知道翻到正面的时候，记得其实这个也是讲过好几次，在这个直角的地方呢，我们先帮它对折好，先帮它把这个缝缝整理好，折好。之后大拇指在里面，食指在外面，把它压住、捏住，然后翻到正面来，这样你的正面的角胶呢，等一下就会比较漂亮一点。就说我们虽然不是做到那种无敌完美的地步，有没有？可是能够车漂亮的，我们当然也是要想办法让它美一些。那你看你翻到正面呢，因为我们刚刚有把这个角胶拉好，所以我们现在正面呢，它就只要稍微挑一下，它就可以做有那个很漂亮的那个直角出来，好。然后里面的那个缝缝呢，也不会乱七八糟皱皱的，因为你只要里面皱皱的它的那个厚度就会变厚，你在车的时候就没那么好车。说实在的，每次看到有人说我很爱讲话，我就心想你觉得我爱讲话，你还特别留言，那你不会不要看，那你不会不要听哦，就是觉得立马盖不了，你看这，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讲的很多是重点，那你们不愿意听的话，那就算了。就是说不愿意听的，你还特别留言，我觉得你真的是假扮修养，真的，我真的很过分就。不叫大家欢迎收看，还说你假扮修养，真的是笑死。好，我们来把这样先做一做，我自己讲的自己觉得很好笑，就是那些现在看到我讲这句话的人，应该很想打我。好，我们把中央线也做一做就是上下的中央线我们都做一做。
有时候都觉得很奇怪嘞，你们又要开又要念，然后还花时间在那边留言，你不累吗？如果是我的话，我看到不喜欢的影片，我直接按上页就跳离开了，我还在那边给他留言哦，真的是莫名其妙。好，我们真的把它那个牙口哈都把它剪好了之后呢，为什么下方也要留这个翻口？就是说我们留这个中央线哈。我刚刚是说我们把中央线都剪好，一直说翻口，漏爱恭维的人呢，哦别讲，我怪红梅。好，我们把那个提带那个外带的这个口袋的外带的位置，把它先瞄准好，好，先把它做好。那画在适当的位置上呢，其实这个我也是会有做版型啊，就是说我也是会有出材料包。那你们看那个，你们要问材料包的人，你也看一下那个日期好吗？比如说我这一片是今天是5月算12号了吧？2020年的5月12号发布的话，好，你不要8个月后才问我说还有没有材料包，当然卖完了啊，对不对？有时候就是没可能，那点故意要个北北出去吧，那刚下可怜，对不对？我们先把带口哈先压线，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一样会出材料包。那你们如果有买材料包的人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版型上面就会画口袋位置哈。如果你没有买到材料包的人，你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你喜欢的尺寸大小，因为这一咖都是直线的啦，就没有很难。你就依照你自己喜欢的那个大小自己去画就可以了。好，我们一样呢，把这个中央线也做出来，然后呢就把它放到表布的这个位置上。那为什么我要刚画一个横线跟一个中央线呢？就是这样你就很好对，你就不会车歪掉，有没有？我的中央线跟中央线这里配合一下。搭一下，然后底部的地方呢，也是把它放好，这样就好了。我就可以压这个其他这3边，把它压好，好，外带就车完了。这样就比较不会歪了。你要画中央线，比较不会歪掉。所以从以前一开始教的时候，就一直告诉大家中央线的重要性，对不对？你只要中央线歪了呢，你的整咖袋子就会歪歪的。那我们反口是留在下面哈，趁这个时候就顺便把它压紧，好，把它压住，让它反口就没破一个洞了呢。那我们在车的时候呢，里部有时候会稍微跑出来，我们就稍微把它拨进去一点，让正面看起来不会说里部痛出来的感觉。好，这样子我们的外带就完成咯，是不是挺简单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车一下这个提带的部分。没有，我们要车一下带盖的部分。这次不先车提带哈，我们会先车带盖的部分。那带盖的部分呢，因为我们是这样扣的。好，带盖是直接，等一下我们的带口会这样扣住，也就是说你这一片呢，一片是要磁扣往下，好，磁扣往下，另外一片呢磁扣要往上，好，先车起来给你们看，好，我们先把小带盖给固定住，然后这个呢是磁扣往上，好，一上一下哈。那就是跟着那个中央线把它对准车上去，这样子呢，等一下我们的带口呢，它就可以这样子粘住，有没有？好，所以就是一上一下。那如果你是两边都是同一面，它就会这样子粘住。那我就觉得比较不好，就是也没有不好，就你高兴就好。应该是说手做的东西真的是你高兴就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车一下这个里带的部分。那里带的部分呢，要车在哪里嘞？车在这里，车在你喜欢的地方，也是一样，把它中央线先固定好。中央线，先把它车，先把它牙口剪出来。
呢，这个刚好我已经先车好了啦，那时候不知道在想什么就先车了，好，然后车的时候我们就把液压线直接把它这样子对折，有没有？然后看我们的中央线在哪里，直接把它对下来。我都是这样啊。那你们如果想要画线的话，你们就自己画。好，那你也可以用尺哈，把两个中央线有没有这条线上下两个牙口对好，那你就知道说你这块有没有直，这样就不用画线啦，对不对？把它对折，然后呢，把尺先拿开翻过去，这样就不用画线。OK。哎，我这里车歪歪的，好好笑。不过没关系啊，反正是履带。来，把它车起来吧。一样哦，车这个3边，哦，你不要车4边呢，哈，你车3边才能变成口袋哦，车的4边你就不是口袋嘞，就变成贴布袖。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一块跟这个里部跟表部的带口先把它缝合。带口先车起来，我鼻子好痒啊！会过敏的人哦，才懂得这种不舒服。好，车完之后呢，把它从正面先压线压一次，这样等一下带口会比较好车一点。压个大概宽度大概0.5公分，把它固定住。然后呢，把两边这样子对折过来，我们要把整咖带子先把它做出样子来。那旁边的话，你一定要对齐好哦，哈，把旁边对齐好，然后用珠针固定住，或是用强力夹都可以。好，你就是要先把它对齐好，然后呢，就可以开始车一个 L 型，好，车一个大一个像这样子的形状，好。好，走吧。然后继续车到里部的部分。车到里部的地方呢，我们就要记得说要留反口哦，你不要变面一直切都没被填，好。你刹车要给它踩一下，我们下面要留一个反口。等一下呢，我们就要从反口翻到正面来，像这样子。多余的缝缝你可以把它剪掉。所以这个其实这样还蛮好车的，带口就会非常平。接下来我们就要打脚，好，那我这个带子呢，它的大小大概就是。这边29，然后这边好像32。打脚的话，我是用了9公分，好，所以如果你没有仔细看影片的人，就听不到尺寸的。怎么这么坏？因为我量到一半，我刚突然想说，不然讲一下，我刚突然想要量一下尺寸。好，我们打脚呢，就是把它对好，好，好。打脚呢，我们就是其实讲过好几次了，这条线对后面那一条线呢，你可以穿一支珠针过去哈。如果刚好可以对到对面的那一条线呢，那你就是有刚刚好。那刚刚好之后呢，我们就来把你的厚度，好，看你要做多厚，你就两边平均。比如说我是9公分，我就要两边都是4.5公分，好，然后呢就把它车起来。车起来之后，把多余的这个三角形剪掉，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打脚。其实打脚因为实在真的是太常教了，所以，可是有时候又怕大家之前没看过，所以我还是都会讲一下。
一样哦，好，把珠针从中间穿过去，看我们刚刚做的那个记号点，好，那个边边的这条线，好，看有没有对到。有对到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赶快把它车起来。等一下，一直说这一卡很简单，结果车老半天，那不就被笑死了？好。那你打脚的时候哈，虽然你看我车很快哦，可是我有确实的对好，因为你打脚没有对好的话，它就会容易整个带型就歪掉。好，那我刚刚做这个动作就是把这个边边画出来，因为这边没有接线，所以我要画出一条线来呢，来让它这个底的这个边边呢，这个底可以对到那个边边，好，这样它才会垂直。有没有看到？好，然后呢，插过去，再画底的厚度。哎喂，我的线断掉了！突然之间，它想断就断。哎呦，今天蛮厉害的，很远还可以线很快就穿过去。好，所以有时候车东西不要急，你一急它很容易断线哈。刚刚想说这个很简单，赶快车一车，一急它线自己没有卡好，它就断了。我线没有拉好，它就会断掉。这个边边也是。就中，有时候你会插来插去，一直插不到正中央，你知道吗？这就是人生啦，每当大概拢迄个嘿着时间，好对吧？哎，你们觉得它还是歪歪的？你们有没有感觉？可能没有拉得很平。有时候你自己去看一看哦，你如果有拉平的话，它两边哈。你尺一随着这个放啊，它两边一定是一样宽啊，不一样，所以自己有时候要稍微判断一下，不要很自以为是的说呵，安尼会使我就车了，你还是要多多的再去看一下啊。这样子，那我们把脚胶呢这个底都打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把它翻到正面来。从刚刚的那个反口，我们就把它拉到正面来。如果你布料是比较厚的，你反口就留大一点哈，就会比较好翻。那当然说，因为这个防泼水的九带布它本身有一点厚度，我们又贴了衬哈，所以你可以把手从反口里面伸进去，用手指头把这个脚胶推开，推出来。那这样比你在外面挑好挑很多，像这样子，有没有？用手指头把它推出来。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边边的部分，把缝缝打开，好，把这里的缝缝往左右打开，这样它才不会撇向同一边哈，让它觉得厚度太厚。好，我们可以稍微给它顺一顺，让它不要说缝缝倒向同一边。接下来我们就来压带口。那压带口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你要从里面压线也可以。那其实我还蛮建议说，我们就干脆把整个带子翻面翻过来，这里面这一面有没有？然后从正面去压带口线，会比较漂亮一点。好，因为毕竟说我们的针啊，我们的那个线是上方的线会美一点点，有时候下面有时候自己都乱七八糟的，有没有？所以我们就是从上面呢去压线。然后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压一条线了，所以现在再压这一条线会很轻松。好，就像这样子。
它就几乎可以连烫都不要烫，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往下拉，它就可以压出漂亮的线，又直又美。慢慢的压哈，我们这个带口的地方哈，你千万不要用力，很用力的拉。我们可以把它整平，但是你在测的时候千万不要用力拉。你一拉的话，你车过去，它就会有时候那个纤维被你拉开了，它就会很像荷叶边一样，就不好看。好，我们从这面压完之后，不要急着翻过来哈。我们接下来要开始车这个边边的部分，就是旁边这个固定带的部分。那我们固定带呢，我们先把这个两边哈的中央线都先找出来。那我们其中一边有那个，那其实你好，说到这个其中一边，就是说你们收到纸型的时候呢，就是一片纸型，对不对？你如果要剪成一面一面去拼接也可以。如果你把纸型折双的地方摊开来之后，另外一边再折双，你就可以得到像这样子，它就会有一边是连在一起的。那你要把这个边边连在一起，还是不连在一起都可以。好，有些人他也是喜欢说两边是对称的，两边都有线，哈，就是看个人了。所以你们拿到纸型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哎，奇怪，它已经有折双一次了，我要不要再折双一次？都可以，就是因为我们的折双，因为纸张不够大嘛，所以我的折双是在中央线。那如果你的边边还想要再折双一次，也可以的，好。好，那我们就是旁边呢，就是到适当的距离，好，我们把宽度先画出来，就是这个侧边固定环的宽度，我们先把它固定出来，先把它画出来。其实有点久没拍了哦，其实我有点那个节奏顺序有没有？嘿嘿，生疏了，没关系吧？你们还是看得懂，因为这个很简单啦，所以其实讲快一点，你们应该都还 OK。然后呢，我们把侧边的这个宽度做出来之后呢，画线画出来之后呢，这边直接对着，然后压线。哎呦，我没拍到头发，搞得我好紧张。好，直接压线，然后把它车上去。那一样哦，如果你车的时候你觉得有点厚，你就用手去转那个转盘哈，帮它一下。然后把它固定上去就好。因为我今天头发不要说刘海了，我还把它夹起来，比较清凉一点，因为今天天气有点热。好，我们把这个放在就是车固定，车在侧边的地方。其实到比较厚的地方哈，我都会用手转一下，然后我也不会故意要去回针哈，免得一回针，有时候你针没有插得很直的时候呢，它针就容易断掉。所以你们针要换粗一点的哦。如果你们选厚一点点的布的话，记得针可以换粗一点的。啊，要怎么看针粗还是细？你就拿起来比一比，好不好？有时候你们几号记不清楚，你就去买那个缝纫机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去买那个针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我要粗一点的。那他如果问几号，你可以其实以后你常常会车的话，你就可以那个针也不会很贵，你就多买每个尺寸给他买，每个号码给他买一包，有没有？然后自己拿回来比比看不就得了？看你喜欢哪一个厚度，哪一个粗细，对不对？我也不是鼓励你们浪费啊，只是说有时候这种东西就是你有在车的话，粗细的针其实就准备一包也不会太过分，对不对？反正有时候偶尔啊会车断针，那刚好可以换。
然后我们就把两边的这个固定环呢都固定上去，因为这个之前我车比较长，就要剪掉了。其实有时候带子哈，你不用做的太复杂，它简简单单就是一种美，你知道吗？很耐看哈，然后好用又耐看，就是觉得很完美。那如果你是喜欢那种很多功能、很多口袋的，当然也不是不行啊。像我们店有很多那种版型啊、样式啊，可以让你选择。只是偶尔啊，比如说像年轻人，他们就不喜欢太复杂的那种很多口袋，好像妈妈包一样，有没有？有些年轻人他是不喜欢的，他喜欢很简单的风格。那有些人他喜欢很素雅的感觉，哦，就不一定。有些人他的东西很少，他不需要那么多隔间的。好，那我们把这两边车起来，你记得这个 D 型环要向上哈，这样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装那个什么鬼背带。好，那现在下面这个缺口顺便车一车，心爽，反正它就在这儿。那如果你不喜欢下面有一条接线的话，要怎么样呢？当然就是手缝啦，长针缝把它缝好。好，缝好之后呢，也不要急着翻来正面，因为我们现在来车提带的部分。那提带的部分呢，我们一样是有那个什么鬼啊？有那个先把中央线做出来，有一个宽度哈，像我这个的话，两边都是从中央线过去6.5公分。好，那当然，如果你的尺寸是跟我的不一样，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好，依照你的需求去看你的提带要做在哪一个宽度。我讲过好多次，手作绝对没有，手作是没有绝对的，一切依你自己喜欢的这个习惯，哈，依你的习惯跟你喜欢去做手作，好不好？我提带嘞，我提带我大概拖卡，老师，呦，刚被我推走。提带离我而去，好，我把提带找回来了，不要再离开我了，提带。好，提带。那我们在提带的部分呢，我就会多，我会留，除了缝份以外哈，我会多留1公分，为什么呢？等一下跟你讲。好，所以我这边呢就多留了就是除了缝份以外哈，又多了1公分，是它的完成线哈，是它的固定线。那这个要怎么对呢？要对的话，就是要对这个中央线的位置。好，那如果你是有买版型，我当然一定都会画给你们，说你们要对哪里。好。那如果你们没有买版型的，自己要做，我会让它伸进去一点点，因为这个我没有夹车在中间哈，我会让它伸进去一点点，然后呢，我就把它从这里先压固定，压起来。因为我们这个我今天做的这个样式呢，就是它的提带是那个抓起来的，比较立体一点的提带，所以做法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可是就是说带型会比较有变化一点。我的剪刀一直被磁扣给吸住了。记得你看一下哈，这里把它伸进去里面，好，2公分的地方，然后这个是对中央线，好，在提带的中央线6.5公分，我刚刚说从中间过来6.5公分，然后是提带的中央线，把它压住。这边也是一样哦，两边都给它车一车，所以其实我们也快完成了啦。这一咖其实就跟以前的袋子
就那种很基本款的带子，像它只有提带的地方哈不一样，然后多了这个侧边的固定环，整咖带子的感觉就不同了哈。所以其实只要一点点变化，你就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东西来。就像咱人啊，拍血管该几点点嘛哈，就会对你的人生哈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不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呢，不以恶小而为之，对不对？我们就是把它改一改。所以它像这种提带一样啊，变化一点点啊，感觉就不同。好，我们把提带全部都都车完了，我们就可以翻到正面来。它后面就会像这样子，有没有？后面像那样子是没关系的哈。如果呢，你是把像我们以前的做法，我们是把提带弄到中间去，那它就是一个很基本款的带子，是不是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只是一个外面有外带的一个提带而已。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做一点点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是把提带固定到后面去之后呢，我们把它的这个边边，这个提带呢的正中央把它对折过来，然后这里做压线。好，那对折过来呢，你要注意看哦，这条线你要尽量一致哈。然后呢，我们要压线压在哪里呢？压在提带的外面，不要压到提带哈。那因为你要压到提带的话，它很厚啊，你不好车。可是呢，你要压在这个提带的外面呢，你的压角会变一高一低，也不好车。所以这时候我们准备一张纸张哈，把它多折很多层，信封啦还是你的广告纸什么都可以，你就是把它多折很多层，让它有点厚度。然后呢，你就垫在压角的左边。好，我们提带是不是在右边？我们就垫在压角的左边，从大约2公分的地方呢，我们把它车上来。好啊，不要车到纸张，也不要车到提带，我们就车在这个中间这个缝。好，这样呢，你的那个线呢，就自然而然不会乱跑。如果你没有垫这张纸张，你就很容易呢车到旁边去，也就车不直了，然后也没有办法这么靠边，知道吗？没有办法这么靠边。好，所以你要注意。因为这个就是要靠边一点比较好看，我好故意哦，超坏，那教坏小孩了，对不起啊，各位妈妈们，刚刚那边请转静音哈，来，这边一样哦，好，所以我们就是像这样子哈，把它垫在旁边，好，折一张比较厚一点的纸，然后垫在旁边，然后呢，把它车一车，一定要回针哈。上下都要回针，我们就把4个提带都车起来。2个提带的4个边呐、不能说4个提带啊，2个提带，2条提带的4个那个接点，都把它固定车好。那车这个不要急哦，不要太快，因为它这里有点厚度，所以我们车的时候就慢慢车就好。反正这一咖简简单单，不会要你很久的时间，我们就慢慢车就好了。我这一咖车真的车很慢哎，真的示范的时候车好慢，不然我之前做样本的时候一下子就车完了。好，剩下最后一个，好，完成喽。好，完成了，就像这样子哈。我们的提带呢，它的带口呢会变小。为什么带口变小？带口变小，你东西比较不会掉出来。那我们这个样式呢，因为车的立体提带的关系呢，它的带口会开开的，所以需要一个磁扣把它扣起来。好，那等一下如果你去把它整烫完，把这个缝缝呢把这个2个那个提带往外，好，把它烫一下，那它也比较不会开开的，对不对？那因为抓了这个立体的这个皱褶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带子就没有刚刚看起来那么的死板，对不对？那就是还蛮简单的，里面有一个内带，然后外面有一个外带，它的容量很大，因为它的底有9公分，只是它带口小，所以你装了东西进去，它不容易往上跑，
就比较不会掉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加拉链。然后呢，我们侧边的这个D形环呢，我们就可以加上这个背带。好，那背带的话呢，为什么这条背带我没有完成呢？因为我发现呢，我的日行环用没有了，银色的，因为我这一咖是做银色的的那个配银色的日行环，就我日行环不见了，就是没有，我家少了一个日行环。那我还是教大家怎么穿你要用同色系的会比较漂亮。我们把这个肩带的部分呢，把它拉出来之后，把它车完之后，我们把它穿过去这个日行环。另外一边呢，放上这个问号钩，然后呢，再穿过去日行环中间那一横杠，有没有？那一横杠，然后再穿过来，再穿回去。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拿一下你家的那个包包应该很多包包都是这种活动的设计，因为你必须它这样能够调整的话，万一你要侧背还是要斜背，你比较能够调整你要的这个大小。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地方呢，把它车起来固定。那因为我现在这里是因为我家日行环我刚刚说已经用完了，银色用完了，所以我就不车了我用夹子把它夹起来，我就不车了。好，那可是这样就可以调整，有没有看到？然后呢，我们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我们就像这样把它车起来嘛，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固定在旁边。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肩背咯，也可以斜背，就很方便。我们手上呢就多出空间来。所以呢，当你做了一个像这样子的袋子的时候，它可以手提，也可以肩背，对不对？然后前面有一个袋子，上面有磁扣，里面还有一个内袋，可以放东西，空间很大，所以你可以放很多东西，然后要收要拿，蛮方便的。袋口呢，口部缩小，可是容量不变。那口部缩小，我刚刚说过了，万一突然你东西突然这样子放倒了，它不会马上跑出来，对不对？然后底部呢，就是厚厚大大的。那如果你自己想要再增加宽度或增加高度，当然都可以，就是说依你自己喜欢的，你会装多少东西自己去决定。那像这样子呢，简简单单，然后很极简风很日杂风的这种帅气一点的这种9袋布，其实我觉得还不错。那我就是现在我为什么要离开一些，因为我要给你们大家看那个防泼水的效果。其实防泼水我以前也试过别的布料给大家看了，只是说这一块我刚刚说防泼水还是给你们看看比较好。我刚装了水你看有没有？水滴呢，它就会在中间跑。那这个好处就是什么？比较不会脏，它的这个比较不会脏，你摸它也是不会脏，比较不会脏不会说完全都不会脏，然后擦一擦它就干净了。那防泼水呢，它是一种药剂在布料上面，所以你清洗多次之后，它的效力还是会慢慢的消失，它不会永远一直的防泼水。这是一个概念，大家要知道，不是说怎么用一开始防泼水后来没有，那是因为你用久，你把药剂都洗掉了因为它是一个那个喷的它是在外面有一个药剂的关系。那如果你要完全的防水，那你就要买那个尼龙布，可是尼龙布做起来质感通常是没有那么好啦。所以呢，我们是用一般棉布呢，加上这个布料有防泼水处理呢，其实就还蛮干净利落的。所以就是说，你要是选那种比较浅色，因为这个它有黄色，也是 OK 的，还有蓝色，我觉得每一个都蛮漂亮的。所以呢，蛮简单的袋子，可是我觉得相当实用，也很时尚。喜欢的人呢，赶快自己做一个吧，拜拜。